这次来到东京，就是要一个人在街头上画画，所以我一旦下飞机的时候，就立马来到了浅草寺。对一般大众的印象来说，写生就好像是一定要拿着水彩本跟水彩来画画，但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拿的是 iPad， 甚至是找了个脚架架起来，让它变成了写生工具。现在时间逐步来到了夜晚，刚好就凸显了 iPad 画图的好处。因为 iPad 它本身是发光的，所以呢，我不太需要去寻找另外的光源来照亮我的画面。我的画面本身就是会发光的，以这点来说，真的是超级方便的啦。以前应该是没有办法想象到可以用数位画画的方式来写生，但是有 iPad 诞生之后，好像什么都有可能了呢。不过我这次上色的技法，单纯只是看到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画上去，并没有使用什么图层属性啊，单纯就是用我自己习惯的笔刷来画画。当然，在街头写生一定会有人在旁边观望，不过我觉得我自己画得很好看啊，如果想要看的话就看吧，来欣赏一下来自台湾的插画家的街头写生功力吧。结果从头到尾他都站在我旁边，仿佛是在等我画完。当然最后画完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说可不可以拍照，我当然是说好啊，没问题。接下来要来画雷门最重要的灯笼上面的字啦。我想说这一次一定要好好仔细的画它，想说一笔一笔来去描绘。结果我发现好像先全部涂黑之后，然后再拿白色的笔刷把轮廓线画上去，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更方便更细致呢。一个人在街头上画画，有时候会有点尴尬，但是身边的都是外国人，反正你想着过几天你也不在这个地方了啊，那到底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最后我们签个名，就可以在这次旅程上的第一章做个结束啦。完成了这一张，我十分的满意。没想到在东京街头画画是那么的舒服的一件事情。跟夜晚的浅草寺说声拜拜，不知道接下来要来画哪里呢？还是浅草寺啊，各位。当白天经过浅草寺雷门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白天好像不画画看，好像有点可惜耶。尤其是夜晚跟白天更是截然不同的风景。所以我就拿起我的 iPad 来画画啦。只是这一次比较辛苦，因为在转角处的地方，我只要拿起我的脚架，旁边的阿伯就会出来看头看一下，仿佛就用眼神告诉我这里不能放脚架。所以到头来，我只能拿着 iPad 用站的方式站了1个小时，来把这一张给完成。画完的时候非常的满意。你问我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拍的，答案就在我的胸口啦。当然画完之后，我就去浅草寺里面逛逛啦。那边走边逛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景色非常的惊人，同时间可以看到浅草寺的商店街跟晴空塔。这样的一个对比非常的有趣，也让我画出了我非常满意的作品。这一张晴空塔，它现在不仅仅是我 iPad 的桌布，甚至还运用在海报跟犀牛顿联名的手机壳上呢。原本啊，我也想要在这个地方画，只不过这边人来人往，甚至还有车经过，所以想说拍个照回去画画看就好了。下午的时候，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老宅前面。相信喜欢画画的朋友对这一栋建筑应该是不陌生，它是知名的画册《东京电构》的封面。所以啊，当规划这趟旅程的时候，我第一个点就是在找寻这个地方。简单的搜寻一下之后，发现它原来就在月岛上。这里并不是知名的观光景点，所以一路走过来都是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安静。刚好这一栋建筑的对面就有一个可以舒服画画的地方。简单的把 iPad 跟脚架结合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画画啦。由于这栋建筑在事先前我已经画了好几次了，在打稿的过程当中十分的流畅。
有可能是因为这边特别的安静吧，而且这边的人真的非常的少，路过的人连鸟你都不会鸟你。看这个画面啊，我就是一个孤独的写生家呀。因为在树下画画的关系，所以在过程当中偶尔都会有微风吹来，真的非常的舒服。而且眼前的建筑物非常的漂亮，它有点像是我的私房景点，即便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它，但是能够亲眼站在前面，然后描绘它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。在画图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不断的在想，如果我今天是拿传统的媒材来画画，那么我能够画成这样子吗？能够不失误的在这个地方画画吗？想起可以用数位的方式来画画，真的很方便。画错了还可以上一步，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技巧可以辅助你画出漂亮的画面呢。如果有来到东京的朋友啊，真的非常推荐来这个地方走走逛逛，是个截然不同的体验呢。由于我这次选择的点都太漂亮了，所以接下来我想要找一个看起来普通的场景，试着挑战看看自己的功夫。结果就这样乱走，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这到底是哪里呀？我走着就想着，为什么不找一个漂漂亮亮的日式建筑画画就好了呢？干嘛这样虐待自己？接着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画画，但眼前的场景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地方。拿起我的脚架，还有 iPad 装上去之后，就开始画画了啦。在这里画画真的是跟时间搏斗，尤其是太阳越来越接近正中午的时候，影子就越来越短，短到我必须将我的 iPad 戴上我的帽子。这或许就是 iPad 的缺点了吧。如果是用传统的媒材来画，天气越亮越好，看得越清楚啊。可是如果是 iPad 的话，在大太阳底下，那个反光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好好的画画，眼睛能够看清楚的范围非常的少。不过这是旧版本的 iPad 啦，我不知道新版本的 iPad 这样的困境是不是有被改善。画完了差不多之后，我把签名跟场景融合在一起啦。在这边画图真的不是普通的困难，尤其是眼前的景色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特色，可是我把它画成这样了，哎呀，真的是想给自己一个鼓励，我真的画的好好看呢。这趟东京的旅程也不过就不到1个礼拜，在剪这支片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过了好几个月。不过啊，在看这些素材的时候，真的完全不后悔当时有到东京去画画。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不过啊，很可惜的是，我前往机场的那些绘画过程的素材，全部都被我搞丢了，只有当初留下来的短影片以及缩时摄影。但是啊，有始有终的。连我到回机场的交通路上都还在画，真的是从头画到尾。最后一定会有人说，为什么不拍照就好了呢？咔嚓下去就可以马上到下一个景点了啊！但是有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个放慢脚步，有时候更是欣赏着能够这样子在角落画画的自己。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我都能够画画，那我一定真的非常喜欢画画这件事情。而且从中获得到的快乐是 AI 没有办法带来给我的呢。很期待下次在日本写生的时候能够遇到同好。我是糯米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